特斯拉终结7连跌，市场一反弹，已经有很多朋友开始忍不住想抄底了。慢着，作为老朋友，查理想先说一句刺耳的真相：现在的 TSLA，你以为是在捡便宜，其实很可能是在给华尔街送温暖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一次下跌不是情绪波动，而是特斯拉的核心逻辑正在悄然改变。那么它的底究竟在哪？我们要看到哪些关键信号才能放心大胆入场，而不是抄底抄在半山腰？朋友们好，欢迎回到查理斯木。今天我们聚焦伊隆马斯克的特斯拉，带你一次看清机会在哪，风险又藏在哪。美股七巨头之中最具魔性的特斯拉，在12月23日盘中一度攀升至491美元，距离万众期待的500美元大关仅一步之遥。然而，咫尺天涯，在接下来的连续7个交易日，TSLA 股价每天都在阴跌，从485美元一路跌到438美元，让投资者大跌眼镜。好消息是1月5日，特斯拉终于止跌反弹，收在了450美元之上。这波下跌虽然听起来很吓人，7连跌哦，但其实杀伤力很小，整体跌幅刚过10%。要知道，去年夏天，马斯克在推特上和川普开骂战，TSLA 股票曾单日雪崩14%。然而，查理在 TSLA 最近的这波下跌潮中，不仅没有亏钱，反而还小赚了一笔。我是在12月下旬买入了5张 TSLA 的 Put 远期看跌期权，为了保险起见，查理选择了高达500美元的行权价，并且买的是 Leap Put，到期时间在2027年的1月15日。查理这么做主要是想做一个短线的套利交易，利用绝大多数机构和散户做多 TSLA 短期突破500美元的仓位不平衡，反而它的股价在几周之内可能会有回撤的行情。那随着特斯拉的7连跌，查理的 Tesla Put 也有超过12%的短期利润，我就在1月5号开盘平仓这些 Put，小赚了7000美元。然而，现在查理身边就有很多投资朋友问我，要不要逢低抄底特斯拉的股票，因为它的股价最终还是会冲破500美元，甚至达到600以上。对此，查理的回答也很明确，现在还远不到抄底 TSLA 股票的时候，原因有2点。第一，这波回撤幅度实在太浅，450美元买入特斯拉实在有点贵。第二，如果我们看历史上特斯拉股价的回调和盘整期，在高点下跌之后，它会迎来至少2到3个月的下跌波段，甚至在下跌波段走完之后，还会继续在底部摩擦震荡更长的时间，才会有新的做多行情。然而，很多信仰特斯拉的粉丝朋友们对它的长期发展充满了信心。毕竟，马斯克的自动驾驶、无人车和机器人项目未来肯定能大赚特赚，是吧？那我们就来看看特斯拉这家不仅仅是电动车公司的科技企业，它的电动车老本行最近咋样？这张图的黄色曲线显示，中国的比亚迪在2025年全年纯电动汽车销量已经正式超越了特斯拉，成为全球最大的纯电动汽车制造商。比亚迪去年交付了225万辆车，同比增长28%，特斯拉只交付了163万辆，比前年还下降了8.6%。比亚迪是全世界唯一一家能自己生产电池、电机，甚至车载芯片的企业。它自研的磷酸铁锂刀片电池在安全性和耐高温性上有天然优势，而且生产成本很低。这种全家桶式的自给自足，让比亚迪在面对供应链的波动时，比特斯拉更有价格上的掌控力，从而可以把车的价格卖得更便宜一些。此外，大家可以看到，比亚迪的车型丰富，款式繁多，而且它的内饰非常豪华精美，每年都会出多款全新车型，针对不同市场，包括越野、轿跑、MPV 等等，从而大大满足了审美疲劳的消费者。和特斯拉只卖纯电车不同，比亚迪有混插车，既有电车的高科技，又可以加油，省去了充电不方便的里程焦虑。当然，咱美国的消费者因为100%进口关税的限制，是没办法在市面上买到比亚迪的。但是在欧洲市场，消费者非常喜欢两厢小车和紧凑型 SUV。比亚迪的海豚和海鸥精准切中了欧洲年轻人和城市家庭的需求。
早在2025年上半年，比亚迪在欧洲的单月电动车销量就曾首次超过特斯拉，打破了 Tesla 的统治地位。查理的爸比最近也在国内买了一辆比亚迪电车，它的体验非常好，各种点歌连麦，在车里面唱卡拉 OK 和看高清电影，简直是爽歪歪啊！为了应对比亚迪的强力竞争，特斯拉在12月推出了欧洲标准版 Model Y，售价不到4万欧元。当然，马斯克自然不会在卖车这个赛道和比亚迪硬刚。他从2025年开始，把特斯拉的战略重心逐步转移到追求极度标准化和智能化上。那比亚迪靠卖硬件赚钱，而特斯拉的目标则是靠 FSD 全自动驾驶订阅和 Robotaxi 无人驾驶出租车网络来赚钱。通过一体化压铸技术，特斯拉极大地减少了车身零部件。它的目标是将2026年投产的廉价车型的生产成本再降50%。此外，特斯拉不光是卖车，它还拥有全球最大的超级充电网络和能源存储业务。这种基础设施的护城河是其他车企难以逾越的。虽然特斯拉的 Model Y 和 Model 3车型比较老旧，内饰也很简陋，但是特斯拉有行业顶尖的 FSD V13版本智能驾驶模型，完全抛弃了传统的规则代码，而由 AI 视觉神经网络来驱动。它的驾驶质感被认为最为接近人类，且在北美市场已接近无需监督的水平。当然，根据川普推出的大而美法案，电动车的7500刀联邦税收抵免已经正式结束了。美国的消费者自然也要掂量一下自己的钱包。如果 Model Y 不多打一点点折扣，不少消费者可能选择更加便宜的电车产品，比如雪佛兰的 Bolt EV、韩国现代的 Kona Electric 等等。总的来说，在接下来半年之内，我们几乎很难看到特斯拉的电车销量有什么爆炸性的好消息传来。大多数都是销量下滑的坏消息。然而，和你想的恰好相反。如果我们看 Tesla 股票在2026年的 EPS 每股净收益增速，会发现它的基本面居然还非常 OK 哦。这张图显示了特斯拉从2018年到2028年的 EPS 预期，可以看到公司在25年 EPS 从前年的2.42美元暴跌30%以上，降低到了1.65美元。但其实这是一个绝好的消息，因为它把特斯拉在今年和明年的基期压得非常低。可以看到，分析师预测 Tesla 的 EPS 在26年能暴涨30%以上，而且明年和后年更加夸张，它的 EPS 还能加速上行到40%的增速。为此，查理专门用独家的 CR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分析了特斯拉股票的走势。因为它的超高增速，我们赋予了它40到50倍前瞻 PE 的高估值。可以看到，即使是如此高的测算，如果单纯从基本面来看，Tesla 在今年的交易范围只能跑到86至108美元，明年也最多飙到150美元就顶天了。然而，特斯拉早在5年前就已经突破了150美元，现在已经快到500美元了。这说明它的股价长期大幅跑赢基本面的增长，也是为何有很多看空它的机构和散户。目前 Tesla 的 PE 高达303，一年后的前瞻 PE 也有222。那你必须像英伟达当年那样有100%以上的 EPS 增速，才能匹配如此高的估值。这个基本面情况就决定了我们在做特斯拉这只股票的时候，不能像微软、谷歌那样重仓长期持有，而只能小仓位多频次的做短线套利交易，快进快出。现在它的市场价来到430到450美元，距离下方410到428的中等支撑还有3%左右的下跌空间，而距离390到400美元的较强支撑还有5%到10%的距离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大空头 Michael Burry 在12月份公开发帖批评特斯拉估值高的离谱，很多机构分析师也是持类似的看法。50位分析师给出了评级，有24%居然给出卖出，甚至是强烈卖出，这在美股巨头中是独一份儿。一年后的目标价，机构的平均值为422美元，在中等支撑范围，而最乐观的机构给到了600美元，但是还是有机构看空特斯拉，给到120美元的骨折价。当然，如果特斯拉真的跌到200美元以下，
查理绝对全仓 all in 特斯拉的股票，赌一把大的。那在这里，查理给出个人交易特斯拉的计划，在$400以上，我是不会抄底做多特斯拉的股票，因为它跌的还不够深，捡便宜的机会还没有出现。要知道，马斯克在去年9月12日自掏腰包买入$10亿特斯拉的股票，它的成本价在$388，也是为什么特斯拉能够在390到$400有一个较强支撑的关键原因。我认为接下来几个月，特斯拉爆出一个大新闻，导致股价回撤到$390以下的机会还是比较大的。查理也会耐心等待这个机会的出现。如果特斯拉的股价突然来一个急下跌，然后在低位震荡盘整一段时间后，我再徐徐图之。朋友们，抄底特斯拉不是100米冲刺，而是一场马拉松。面对当下的震荡，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，别一口气杀进去。也别担心错过第一波反弹，因为真正的反转会有足够的时间让你上车，而且会在更便宜的价格。我们要等的是那个确凿无疑的信号。正如 CRI 精英会员始终坚持的原则，宁可错过，绝不乱投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，除了特斯拉，CRI 系统还给出了哪些现在就可以捡便宜、在低位入手的优质美股。我的 AI 系统会根据每天更新的金融数据，包括标普500指数的走势、美债及利率的变化、全球央行的流动性、大宗资产价格的波动，来对美股、短债、黄金和比特币的持仓比例做出必要的调整，或者维持不变。目前，CI 系统依然把85%的资金放在美股指数和优质个股当中，把剩下15%的资金投资在比特币 ETF IBIT 和 FBTC 上，超短债和黄金的比例为零。可以看到，目前标普500、纳斯达克100以及科技板块指数都超过了 CRI 系统给出的买点，我们不需要着急追高买入。但是在个股层面，CRI 系统推荐了3只可以在市价附近入手的股票，分别是微软、Adobe 和 Meta。他们的买点也以绿色数字标了出来，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。利用 CRI 投资系统，查理在2025年实现了高达31%的年收益，是标普500、纳斯达克100指数涨幅的1.5倍。更为重要的是，CRI 系统提醒过查理，在3月份川普关税战发酵时刻，就提前止盈卖出了大部分股票仓位，又在4月下旬及时抄底，从而给查理带来了超额收益。在这个账户，查理实现了年收益突破40%的惊人表现，比主账户的涨幅还要更好。可以看到，如果你想追求超越美股大盘的惊人回报，就必须重仓优质的个股，或者在低点捡漏抄底比特币或者黄金。查理目前依然还是重仓在 Meta、比特币和 Adobe 这些实时的交易动态，我会在 CRI 精英分析师的专属会员贴纸中为查理斯穆的会员朋友们实时更新。为了庆祝咱们的频道突破2000粉丝订阅，查理在公开社区中为朋友们免费分享了一期精英会员专属的 CRI 美股投资报告。感兴趣的朋友，请到查理斯穆社区免费下载观看。好，接下来是 CRI 投资组合最新持仓情况。可以看到，1月初涨得最好的股票包括波音、亚马逊和联合健康，特别是 Amazon 和 UNH 这两天开始爆发了。查理和会员朋友们早在1个多月前就在低位吸筹，抄底了这两只股票，现在就坐稳扶好，享受账户蹭蹭蹭上涨的快感吧。那在过去2天，查理有逢高止盈部分波音、UNH 和亚马逊的仓位，把获得的利润用来逢低抄底买入 Adobe 和微软。交易结束之后，CI 投资组合的前5大持仓分别是 Meta、比特币 ETF IBIT、亚马逊、标普500动量指数 SPMO 和英伟达。接下来 CI 投资组合如果有新的持仓变化，我也会及时更新，请朋友们保持关注。如果你想第一时间得到 CI 投资组合的动态，可以加入先锋会员，您会收到实时更新的交易细节，还有专属独家抢先看的权利。这是查理在11月底新开的，专门为高净值人士打造的 CI 退休组合。我们只选5只指数基金，非常简洁：纳指100 ETF QQQM、标普500 ETF SPYM、比特币 IBIT、黄金 IAUM 以及超短债 SGOV。可以看到，根据 CI 系统的配置，这个退休组合已经有高达$23,000的盈利，
表现那是相当的稳健。这波上涨主要还是来源于比特币 IBIT 的价格反弹。我们在12月下旬就抄底了 IBIT，这笔投资已经为我们带来了8.4%的利润，相当的可观。如果在未来某个时刻，CI 系统检测到比特币价格下跌的风险，它也会在第一时间提醒精英分析师们，及早止盈，把资金转入超短债或者黄金避险。相比于 CRI 投资组合，这个退休组合最大的优点就是交易频率相当低，一个月可能就只有1-2次买卖的交易，非常适合工作繁忙或者希望把时间花在生活其他方面的朋友们。从长期来看，CRI 退休组合的整体表现，从我的模型测算来看，也能在牛市达到30%以上的惊人涨幅。而到了熊市，它的威力更猛，因为风险管理更加严格，退休组合会及早撤出股票或者比特币类投资，转入超短期美债避险。可以这么说啊，CI 退休组合能在美股熊市当中进一步拉大和大盘的差距，让你的钱躲过熊市的寒冬，在新一轮牛市之中大放异彩。查理非常期待 CRI 退休组合为喜欢长期持有指数类 ETF 的投资朋友们带来更多的惊喜。当然，除了股票和 ETF 之外，查理个人也有非常小的期权投机组合，只占了总资金的不到3%，比例非常的低。目前我的 UNH Core 已经有超过16%的利润，查理也会及时止盈离场。那 Meta 和 IBIT 的 Leap Course 我会再持有一段时间。在这里，查理要郑重提醒各位朋友，投资期权的风险极高，查理做好了损失100%资金的准备。我的风险控制方法就是把总的期权交易的比重压缩到整体资金的3%以内，基本上就和做风险投资差不多。当然，期权交易也可以用对冲、straddle 等方式来控制风险，但是个人时间有限，查理需要把精力放在美股的基本面研究上，所以在这里我选择用远期期权来做方向性的交易。好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查理的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。您对美股巨头特斯拉有什么看法？2026年它是先向上突破$600，还是向下跌破$300？请留下你的观点，我们一起讨论。查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大力支持，我也会陪伴着各位穿越牛熊，在市场中成长。祝您投资愉快，工作顺利。我们周五的节目再见。